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估计最近很多的币友们都快抑郁了，是不是？在这种烂行情之下，想不抑郁都不行。那这样吧，面具人今天给大家来讲点刺激的东西，给你们来提提神儿，打打气。那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大戏开始了，末日就要来了。今天要讲的故事，讲的内容很震撼啊！有多震撼？你们仔细听好了。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这一次的大跌啊，几乎是全线的加密货币大崩溃啊！面具人，我可是带我的观众都已经避险了啊！我之前说过，比特币跌到38000以下，赶紧跑。所以呢，一定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那以后呢，我会在节目中间随机的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正确的答案，以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也算是在这大跌大崩盘的行情之下，给大家续血啊，输点血啊，让你们能回点本儿。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你们的留言我会在3天之后展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都是可以卖钱的哦。你想要中奖，想要拿钱，那就努力的多多的转发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Luna 事件的发酵啊。Luna 的这次恶性崩盘呀，为什么我说它是恶性崩盘呢？你别看现在网上的各路大神呀、交易所的领导呀，给这个 DK 胖子洗地，说Luna 崩盘是因为他被恶意套利了，被黑客攻击了。好，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你 Luna 官方既然是被恶意套利，那为何项目方不直接锁池子呢？让他们套不成呢？把池子锁了，最起码成为一个冻结状态，对大家都好，是不是？你不但没有锁池子，反而还不停的增发，加速燃烧，增发你的币，利用你自己的开发者权限、超级权限，弄出来了 N 多的币，那这不是监守自盗是啥啊？随便编个理由说，我现在被攻击了，我现在被套利了，然后呢，我自己就偷偷的印币发币，把这个钱套出来。那这不是骗，这是啥啊？世界第4名的加密货币呀，就这样恶性崩盘呀，搞这种摆地摊的骗术呀，那就这啊，还真的骗了不少人，搞了1000亿资金大崩盘呀。世界第4的加密货币这样搞，也标志着币圈的信誉破产，也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头。那就是项目方想跑路，想跑就跑，无所谓啊，反正不用承担责任。之前有 Axie 被所谓的黑客盗了10几亿美金，16亿美金是吧？现在呢又有 Luna 的几百亿、上千亿蒸发了。各位，我不知道你们观察过没有，那就是这类事件的共性就是项目方始终是稳坐钓鱼台的，稳赚不赔的，赔的都是韭菜。而且韭菜还毫无办法，把项目方砸也砸不了啊！项目方把几个亿、几十个亿、上百亿弄没了，无非就是发推特感慨一下人生啊，就这样完了，啥事儿都没有啊！反正你们韭菜贱，把钱赔了。你们看图啊，现在网上又有很多的知名项目、老牌项目，该崩盘的崩盘，该跑路的跑路，该倒闭的倒闭，该被黑客攻击的被黑客攻击。看起来最近这个黑客好像都很忙呀，很多知名的项目近期都发出了被黑客攻击把钱黑走的公告，或者是准备关网的公告，因为黑客攻击了嘛。看起来黑客攻击真的是万金油的好理由呀。其实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也不是因为黑客啥的，说白了就是因为加息，这些项目方拿了高额的资本、高利贷，他们的利息扛不住了，撑不下去了，那资本就撤资了呗。资本一撤资，他们也玩不下去了，仅此而已。
上期节目我都已经给大家预言过了，露娜会做的事儿，就是很多项目方最后都要做的事儿。露娜之前的排名是世界前4的前5的加密货币，也是链币啊，就这么牛逼的东西，说崩就崩啊！而且呢，项目方和交易所一点都没有亏，项目方和交易所还联合的把韭菜给收割了，啊，不仅是割一刀啊，而是绞肉机般的千刀万剐来回割。现在还要出什么 Luna 2.0 呀 ，Luna 分叉币呀，什么新的 Terra 币呀，而且就这啊，韭菜的激情依然不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部分理性的老韭菜就陷入了恐慌、抑郁、迷茫之中。那新韭菜一看，哎呀，我的妈呀，这些炒币客老手们都被割了啊，都玩不下去了。全世界最大牌的加密货币都敢这样用摆地摊的骗术去坑人，那新韭菜就更不敢入场了。再加上现在谁没有几个亲戚朋友呀？啊，一说到加密货币啊，就说那是传销骗人的陷阱，是吧？而事实上也确实，面具人，我现在觉得啊，99%的加密货币项目都是骗人的，无非就是啊前面人拉后面人。把后面人的资金投进去给垫背嘛？你说他有啥实际的产业？他有啥商品？他啥也没有，就是一堆空气，一堆数字啊，给你玩什么高息游戏，对吧？所以呢，这种骗术骗来骗去，骗到了一个瓶颈了，快骗到头了，那就导致了，再加上加息呀、缩表呀这些骗局暴雷呀，币圈现在的流动性非常差，极差。以太坊、比特币的交易量已经跌至谷底了，跌至新低了。这还是发展了好几年的以太坊、比特币都能跌到这么低，那更别说其他的链币了啊！大小王都快不行了，那更别说底下的那些渣渣了，是不是？为啥会这样跌呢？为啥没有流动性了呢？一方面是市场环境、政策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暴雷太多了。现在没啥人敢买，没啥人敢进场了。为啥不敢买？为啥不敢进场？大家逐渐发现了，玩加密货币完全是不平等条约。项目方是上帝模式，韭菜呢，除了掏钱被割之外，毫无办法。就像这个韩国的 DK 胖都康这个胖子啊，你看他直接就顺势引爆了币圈的信任危机。说他的 Luna 是什么去中心化的这了那了，现在你们看呢？所谓的去中心化只是一个骗局。他的 Luna 甚至在投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可以随意篡改合约、篡改游戏规则，增发啊！我告诉你们啊 ，Luna 的这次事件啊，不仅仅会引爆民间的币圈信任危机，而且有可能会引发政治问题啊。为啥？有意思的来了，你们想啊，整个投资界、民间经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道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几百亿、几千亿，那都是好多国家，尤其是那些贫穷小国1年的年产值呀。这个事儿已经闹得非常大了。其实大范围的平民被骗、被割韭菜，对政府是会造成极大的压力的。你说政府不管的话，政府不作为的话，老百姓会直接把矛头指向政府不作为，是不是有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之嫌疑呢？而且呢，民营经济直接在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抢韭菜，抢完了韭菜，把韭菜害了以后，锅还要让政府背。那么那些政府的贵族们肯定是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的呀。如果说这些民间骗子们都能割韭菜了，那岂不是把政府的镰刀饭碗给抢了，对不对？割韭菜的这种事儿只能是政府干，而且呢，政府的这些贵族们他们会科学畜牧，他们割韭菜不至于把韭菜连根拔起啊，他们是让韭菜开开心心的被割。给你搞点小福利呀，小恩小惠呀，然后让你心甘情愿的去交什么税呀、社保呀、公积金呀、什么社会保险呀，乱七八糟的医保之类的，对吧？很多人还担心 Luna 跟政府有官商勾结，
啊，确实有这种嫌疑。但是呢，现在事情闹大了，你听我等会儿给你们解个谜啊，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官商勾结了，并且呢，政府想要割韭菜，他没必要去搞什么金融诈骗，搞什么庞氏骗局。这些政府的贵族们，他们可以搞个什么加息呀、收税呀、医保什么的，这割起韭菜来不比搞什么加密货币要快得多。而且老百姓还高兴，老百姓还乐于被这样割。你们去看很多老百姓啊，亲戚朋友们一吃饭一说，就是哎，你交没交社保呀？你交没交医保呀？你交没交养老保险呀？是不是？韭菜们还乐于玩这种游戏，这就是政府的聪明的地方。但是你说民间的这些土锤啊、诈骗犯、土老板，他们割韭菜就狠了，是直接拔韭菜。那韭菜被拔死了，被干死了，那政府去哪儿收割韭菜呀？对吧？露娜不仅谋财，而且要害命了。这就是面具人我说的，现在政府啊很难跟露娜官商勾结的关键点。你们看这些图，全世界范围内成百上千的露娜投资者准备自杀，并且呢，已经有几百人自杀成功了。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啊，我不知道有些聪明的观众们能不能想到，那就是你韩国的露娜去骗人，哎，把你韩国人骗死了，死了就死了啊，死了你活该，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因为你韩国人的项目，你韩国人把美国人给害死了，把英国人给害死了，把俄国人、把法国人给害死了，那你韩国政府是不是要有个交代呢？对不对？咱别说是搞这种国际金融诈骗了啊，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什么英国、美国的游客死在韩国了，他韩国政府都得要给一个交代。所以呢，现在韩国政府坐不住了，韩国金融委员会要求露娜以及与露娜有合作的交易所提供交易数据，以了解这次事件的真相。现在人家韩国政府啊，不仅要查露娜，还要查跟露娜有勾结的那些交易所，比如狗棚的交易所啊，狗逼安，知道不？不但是金融委员会要查露娜啊，就连韩国的国会，基本上就是韩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了，相当于中国的政治局啊。韩国的国会也要调查这个事件，并且呢，要传唤露娜的老板杜康胖子啊，这个人的名字音译过来就是杜康啊。呀，金融界的最大的这个行政机构，包括政府界的最大的行政机构，要把露娜包括杜康胖子彻查到底。哎呀，这个事儿我看呀，有点复杂了，有点难了。之前面具人我还想着，哎，这个事件没有搞得这么大，结果呢，这个露娜一爆雷，搞得全世界范围内死了几百个人，啊，现在确实是要有个交代。政府现在的压力很大，尤其是死了美国人、英国人了，你知道不？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不知道能不能靠他杜康的那几个亿、那几百个亿给贿赂过去啊？你们觉得能不能？你们觉得杜康靠露娜的这个盘子勾出来的钱，能不能帮他摆平政府、摆平这个贿赂的问题？哎，给这些官员呀、警察局呀、法院呀交点钱，把这个事儿就摆平了。你们觉得能不能？觉得能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能的请留言打2，65。但是面具人，我觉得啊，韩国政府他权衡利弊了以后啊，他为啥能让金融最高机构和政治最高机构去彻查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杜康胖还有露娜造成的威胁远大于他这10几个亿、上百亿贿赂政府的钱了。我认为现在靠这点钱已经维稳不住了啊！你想嘛，啊，到处都有人不活了，自我了断了啊！尤其是洋大人们，韩国就是靠这些洋大人们给保护着呢。所以呢，
非常不利于韩国的国内的社会维稳以及国际的社会维稳啊。所以面具人，我分析来分析去啊，我觉得韩国政府是有可能会动杜康胖子的，并且呢，以后可能会爆出来更多的大猛料。哎，我们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持续的跟踪观察这个事情。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查的深入，会有更多耸人听闻、恶心的内幕给爆出来。大家只用期待一下，等着看戏就行了。而且新加坡那边，也有1000根韭菜联名起诉杜康胖啊。哎，我感觉这个胖子有点在劫难逃的感觉，或者呢，他也可以走一些黑路子啊，换个身份呀，跑到一些中东国家呀，隐姓埋名呀，也可以啊。他带着那些钱，够他花几辈子了，够他请一些保镖了，去那些什么伊朗、阿富汗，可以。至于网上现在流传的有一些什么阴谋论呀，说露娜爆雷是因为美国政府的阴谋要保他的什么 USDC 之类的谣传啊，我觉得不现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政府想要割韭菜的办法太多了，他可以针对币圈直接搞个实名制加收税不就好了吗？或者是再继续加息缩个表，哎，控制一下物价，对不对？控制一下医保、养老金，是不是？政府何必搞这种金融诈骗去割韭菜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币圈的行情啊。你看比特币目前在29000的这个区间震荡。上期节目我也提到了，比特币的震荡区越来越低。果然，你们看，目前比特币已经在29000这么低的一个位置来回摩擦、来回挣扎呢。前几天比特币还在3万挣扎呢，到了今天就成了29000的区间挣扎了。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啊，那就是比特币已经连续7周下跌了，创了历史最长的下跌记录。之前的记录是6周啊，这一次破纪录了。而且之前的大环境没有那么不好，这一次的大环境非常的不友好，加息缩表和币圈的骗局暴露，最大的那几个明星币都准备跑路，已经跑路的，比如说 Luna， 对吧？各个项目方也都准备好了沉船计划。那这个事情很严重啊，我有空了在我会员群里面讲。然后呢，政府要紧缩流动性，韭菜们现在也不是很想投加密货币了。你们不要看比特币现在啊29000震荡了，很多人感觉忍不住了，想要抄底了。那面具人，我告诉你啊，你抄的哪门子底儿？来，你告诉我，比特币现在为啥能上涨啊？有什么道理和原因能支撑它上涨？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啊，比特币的震荡区越来越低，就意味着买入能量不够，买入能量逐渐被抛盘给压下来了，而且庄家们现在也没有拉盘的意愿，所以呢，它的震荡区才越来越低。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庄家们现在啊，就是在等你们，现在觉得跌不下去了，震了很久了，已经能抄底了，马上就要涨了。实际上呢，真正的剧本可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家就在这震荡区吸收筹码，吸引这些认为能抄底的人。实际上呢，这个上涨能量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等到那个时候，嘣，深水炸弹就引爆了。所以面具人，我觉得现在投什么长线呀，或者说做什么价值投资呀，很不稳妥。尤其是你看的觉得很好的项目啊，你觉得很能做长线的项目，最终呢，基本都会归零。币圈现在什么事儿发生不了？Luna 都能归零了，排名第4的加密货币都能归零了，还有啥不能归零的啊？我观察了一下市场情绪啊，现在韭菜们投资的态度又转变了，他们又想投比如房地产之类的稳健项目了，投实业类的项目了。有一部分觉醒的韭菜已经不想着暴涨暴跌了，被暴涨暴跌给割怕了。
再加上毕竟你看啊，现在加息啊，在加息的大环境之下，你像这个房地产行业、黄金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或者是上涨缓慢。但是面具人，我认为啊，这种情况对于传统稳健项目来说是一个抄底儿的机会。经济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加息减息它是循环的，减息完了加息，加息完了减息，减息完了又加息嘛，对吧？就是一上一下，始终让这个经济杠杆保持着一正一负的调整的平衡状态。所以呢，这2年加息，然后呢，黄金地产可能会贬一点跌一点。那我问你，过2年再减息了呢？那又涨上来了，是不是？那涨上来的时候，你要去追涨吗？当然是现在抄底儿呀，对不对？而且你说黄金呀、房地产呀，这些是不会归零的，基本上不会怎么跌的。人类整个历史文明发展到现在，你见过几次这个黄金不能流通了，房子不能流通了？你说在中国可能政府锁盘了，不能流通，但是在国外很难吧？很难出现像币一样直接没了吧？所以呢，我认为接下来稳健类的投资项目，是一个亮点，或者呢是那些做实业的初创项目。你如果真的是想博一些高倍率，不要去投那些所谓的这个项目那个项目方这个币那个币了基本上是同样的风险，大不了就归零嘛。但是你投初创项目的话，你能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项目的核心的发展路线呀，它到底要怎么做呀？当然了，现在项目方的骗局也很多，但是面具人我能搞到项目方的核心资料，因为每天都有几个、几十个来找我，想让我帮他去做推广。那既然他们想让我帮他做推广的话，那我问什么他们都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对不对？我要什么他们就得给我什么，要资质给资质，要钱给钱，要资料给资料所以呢，我就能知道哪些项目方是想干事儿的，哪些项目方说白了，有些项目方直接就给我明说了你帮我推荐一下，咱们骗点钱我给你提成，咱们几开。说实话面具人我1个月能接到的项目推广的邀约吧，不下300-400个，里面靠谱的项目连2-3个都到不了。但是还是有好项目。我接下来会调转一下我的投资方向，毕竟嘛，面具人我的投资眼光从去年的 XA 到很多的链币 AVAX 呀，还有养鸡呀这些，再包括前几天马上这个大崩盘大牛市来了，我告诉我的会员，告诉观众朋友们，38000以下就不要再买了，就要避险了。我的投资眼光，你如果信你想跟我做接下来的一些稳健投资的话，如果你想跟我做投资，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去那些什么跟单群呀、梭哈群呀、买币群呀，继续在币圈沉浮，一刀一刀的往上爬。祝你好运，再见。